反正也是就是一死，怕什么？杀得过就杀，杀不过就是一死。为什么？年迈的母亲被邻居打得卧床不起，妻子在家遭受欺辱。男子得知消息，连夜赶回家，提起水果刀冲进邻居家，导致3死7伤。面对审讯镜头，仍旧不知悔改，表示后悔自己没有全杀完。然而这起案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网友们纷纷对他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凶手表示同情。事情还得从这江离水的小村庄开始说起。当时郑永军远在上海务工，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，远在老家的母亲被人打得卧床不起。郑永军得知后，连夜从上海赶回老家，看到妻子浑身是伤，母亲还在病床上昏迷不醒，于是向妻子询问整件事情的经过。听着妻子诉说他不在家的这段时日受到的委屈，瞬间气不打一处来。随后立即前往市场买了2把水果刀。郑永军甚至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替家人报仇的，所以他又给妹夫打了电话，两人立即制定了复仇计划。等到晚上8点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的时候，他们直接闯入邻居曹家。此时曹家人正在餐桌上欢声笑语，这一幕瞬间刺激到了郑永军。郑永军再也压制不住心中怒火，拿起手中的水果刀冲向前一顿乱砍。曹家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。等回过神之后，看到满目猩红的郑永军，他们一心只想逃跑。可是郑永军既然做出了复仇的决定，就不会轻易放过曹家任何一个人。妹夫早就将院门关上，随后两人对着曹家人又是一顿乱砍，场面十分血腥。曹家19岁的孙子趁乱逃跑，郑永军发现后立刻提刀追了上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搏斗后，对方很快就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此时郑永军已经杀红了眼。回过神后，郑永军拉着妹夫立即逃离现场，连夜前往车站，想要逃到外省。与此同时，附近的村民听到了曹家的动静，急忙跑过来查看。看到地上躺着的曹家人后，村民们大惊失色。平静下来后，立即拨打报警电话。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出警，看到现场的惨状后，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现场横七竖八躺着至少10个人，有些甚至连肠子和骨头都露在外面。扑面而来的血腥味让几名年轻的警察当场吐了出来。由于性质十分恶劣，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。在掌握了相关情报后，警方迅速将所有车站控制下来，并在车站将郑永军及妹夫一起抓获。另一边，曹家人被紧急送往医院，他们分别受了不同程度的伤。经医院认定，曹家人最后3死7伤。可是当警方询问郑永军有没有想过做出这种事情之后的结局，郑永军表示想过，但他绝不后悔，甚至声称没有将曹家人全部杀光。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仇恨，会让郑永军在这种时候还会说出这么嚣张的话呢？反正也是就是一死，怕什么？杀得过就杀，杀不过就是一死。为什么？年迈的母亲被邻居打得卧床不起，妻子在家遭受欺辱。男子得知消息，连夜赶回家，提起水果刀冲进邻居家，导致3死7伤。面对审讯镜头，仍旧不知悔改，表示后悔自己没有全杀完。这两家人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深仇大恨？早些年郑永军的家乡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被摧毁，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，他和家人迁移到了这江离水。邻居曹志光是土生土长的离水人，一家子待人十分热情。郑永军来到这个村庄后，村里象征性的赠送了他一块米地，但是由于面积太小了，于是村长就协调曹家人把一块荒废多年的空地送给郑家。热情的曹家人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。就这样，郑家和曹家成为了背靠背的邻居。郑永军一家感谢曹家人的帮助，经常会送一些自家做的东西送过去。然而邻里之间的情谊在经济条件的转变下却变了味。曹志光在村里算得上是大户人家，他脑子灵光，经常会冒出一些小聪明，因此跟村长的关系十分亲近，所以他总是能得到一手消息。就这样，
在曹志光的经营下，曹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。他家是村里第一户盖上3层小洋楼的，第一户修建家庭影院的，也是第一户拥有小汽车的。但是他们在有钱之后，却渐渐地瞧不起那些穷邻居。就连曹家孙子小小年纪也学会了仗势欺人，他自己拿棍子挑逗邻居家的狗，结果被狗扑过来，吓得大哭。曹家奶奶见后又哭又闹，非得让邻居赔偿5000块钱精神损失费。为了防止曹家奶奶做出更过分的事情，邻居也只能认栽掏钱消灾。郑永军一家是被欺负的最惨，他们经常在郑家门口泼脏水，隔着墙壁都将垃圾扔进郑家院子，就连郑家在门口种的那些蔬菜，也会被曹家人有意无意糟蹋，甚至编造莫须有的谎言，来诬陷郑永军一家人。对于这些，郑家一直忍气吞声，然而这也就成为了曹家人放纵的资本。眼看着不能对郑家造成威胁，于是曹家人又打起了基地的主意。母亲被邻居打得重病住院，妻子和妹妹也身负重伤。男子得知后连夜赶回家报仇，最后导致3死7伤。原本曹家和郑家的关系还不错，于是曹家人就变本加厉，趁着郑永军外出无过，把一桶散发恶臭的粪水放在那块地边上，正对着郑家卧室的窗户。难闻的味道让郑家人不敢开窗。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，粪水的臭味越发浓，但是老实的郑家人选择忍气吞声。郑家孩子每次放学回来，总是一身脏兮兮的，不用问都知道是曹家孙子干的。甚至有一次，曹家孙子直接把郑家孩子推进池塘，好在附近有村民听到了动静，及时把郑家孩子救了上来。一向隐忍的郑奶奶看着孙子湿漉漉的回家，再也忍不下去了，于是找到曹家人理论。可外乡来的郑家奶奶怎么会是曹家人的对手？本来曹家人就因为郑家不愿意让他怀恨在心，这时郑奶奶自己送上门来，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？原本郑奶奶只想让曹家人给个交代，可是曹家人却死咬着骂郑家人借地不还。郑奶奶反驳这是村里分给他们家的，然而曹家人却恼羞成怒，直接上手就和郑奶奶扭打在了一起。一番拉扯后，郑奶奶直接被撞到墙上，因为强烈的撞击头上开始冒血。但曹家人并不想就此罢休，继续对郑奶奶疯狂抓挠。郑永军的妻子听到动静后，连忙赶了回来，看到婆婆满脸是血，儿子浑身湿漉漉，吓得立即给郑永军打电话。挂掉电话后，立即背着婆婆前往医院。郑永军回到家后，看到家人被曹家人欺负成这样，火气一下子就窜了上来，直接叫上妹夫一起去曹家报仇。在他们来到曹家门口的时候，甚至听到对方在庆祝今天的胜利，这让郑永军直接失去理智，拿起刀子就对着曹家人乱砍。曹家人怎么也想不到，远在上海的郑永军会突然回来，甚至气势汹汹地拿着刀子来到他们家。在刀子砍向曹家奶奶和孙子的时候，其他人才反应过来要跑，但是才是的郑永军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他们怎么可能跑得掉？最后一屋子人3死7伤，无一幸免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，郑永军想要守护的是家人。面对曹家人的种种挑衅，他们已经足够忍让，没想到的是曹家人会得寸进尺，这也就触碰到了郑永军的底线。但是他做出这样的事情确实太过疯狂，不过也是被逼无奈的结果。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